明明前方是一场重大火情，两个消防员却在火场里悠闲地抽起了烟。我操，这么大场火顶着一支烟！然而这并不是玩忽职守，只是他们在逆行前的最后一点松弛罢了。因为这次不是普通的救火任务，发生火情的是一处码头的大型油罐区，稍有不慎，整个消防中队都将命丧火海。可是任谁也没有想到，就在消防员们奋不顾身地冲入火场之际，码头经理却刻意隐瞒了关键信息。记着带着我爸的药，能跑多远就跑多远。再晚你们就走不了了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啊，什么走不了了？在中队长姜立伟的一再逼问下，经理这才说出了实情。原来就在爆炸发生时，工人们来不及关闭阀门，现在所有罐区的原油都在往1号罐区这边流，想要把火扑灭根本就不可能。而且更加可怕的是，与1号罐区一路之隔的还有一片化学罐区，那里面储备了大量的苯和氰化物，如果发生爆炸，其威力相当于20颗原子弹。别说到时候滨海市将不复存在，就连整个东北3省都难逃一劫。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关掉1号罐区 A、B 两侧一共8个阀门，尽快阻断其他罐区的原油流入。可关闭阀门本身并不难，难的是需要有工人进入火场操作。虽然发电车已经准备就绪，但负责操作的技术员却临阵退缩了。发电车我已经调来了，可技术员他不干，给他20万他也不干，他说我不想死在那里边。好在经过姜立伟一番软硬兼施的劝说后，技术员终于同意前往火场。技术员魏雷，现在跟我去 B 区关阀门，但是答应他的钱，那是一定要给他的。给，一定给。起初他们进行的非常顺利，在给阀门控制器通上电后， B 区4个阀门很快就被成功关闭了。可正当两人准备去关闭 A 区的阀门时，身后突然响起剧烈的爆炸声，发电车瞬间被坠落的管道砸坏，无法工作。烈火顺着地上流淌的原油，如阴间恶鬼般迅速朝他们扑来。危急时刻，姜立伟带着技术员仓皇逃跑，最终总算是有惊无险地逃了出去。眼看情况变得愈发恶劣，指挥室里的众人眉头紧锁。由于1号罐区周边已经被大火包围，电动阀门的控制器也被烧毁，眼下只能依靠人工手动去关闭阀门。为此，总指挥将队员们全部集结过来。是党员的，有兄弟的，向前一步。是党员的义不容辞，有兄弟的父母有靠，所以你们要组成一支攻坚组。坦白的说，就是敢死队，进去手动关闭 A01号馆的阀门。刚刚死里逃生的姜立伟再次主动请缨，他说自己进去过，知道阀门的位置，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项任务。看着他无比坚毅的眼神，总指挥虽然满心不舍，但还是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了，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。是。临行前，姜立伟给家里打去电话，他只是告诉妻子和儿子，等这次回去后，一定每个周末都陪着他们。至于火场的情况，一个字也没有说，因为这是消防员最基本的铁律。然而即便是这样，却仍有市民得到了内部消息。之后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整个滨海市便乱成了一团，市民们慌不择路，纷纷向城外逃跑。可他们并不知道，如果化学罐区真的发生爆炸，没有一个人能在这场浩劫中幸存。如今横在烈火与百姓之间的，就只剩下消防员这最后一道防线。此时姜立伟和队友已经准备就绪，在其他战友们的开路护送下，两个人毅然决然地走进了火海中。虽然他们穿着厚重的隔热服，但剧烈的高温还是穿透了层层隔阻，像无数根灼热的钢针透过布料的缝隙往皮肤里钻，而阀门的轮盘更是烤得滚烫。此刻姜立伟和战友早已忘记了疼痛，他们拼尽全力快速转动轮盘，誓死要抢在原油泄漏前完成任务。与此同时，外部各保障小队也在全力以赴。枫林中队负责远程供水，队长徐小斌带领队员每隔半小时就下海清理一次水泵设备，而特勤一中队队长马卫国则带领队员们死守在化学罐区前，组成了最后一道肉眼可见的防火墙。我们就守在这里，一步一步有后退，检查装备，服从命令，听见没有？是。然而就当所有人都舍身救火之际，码头经理却再一次隐瞒了实情。明明出发时说好10几分钟就能关闭的阀门，姜立伟他们转动了将近1个小时，阀门却依然没有任何反应。眼看身后的氧气瓶已经开始报警，姜立伟立刻向指挥中心报告情况。我们已经关了45分钟了，为什么阀门还是没有关上？听到报告的总指挥满脸疑惑，当即转头走向码头经理。在他的厉声质问下，经理终于说了实话：以前从来就没有手动关过，我只知道转80圈为1扣，1个阀门100扣。你为什么1、2、3、4、2、3的骗我们？我没有骗你，我不是也没走吗？
我如果我实话跟你说，你们谁还敢进去救火？这话还怎么念啊？你太不了解消防员了。灾难确实就像一面镜子，它不仅能照出消防员们的伟大，也将码头经理这种小人揭露得一览无余。当听到阀门圈数的真相后，姜立伟瞬间暴怒。操！关闭一个阀门需要8000圈，4个阀门就是32000圈，而这还是导演怕观众不信故意缩减了圈数。真实事件中其实是32万圈。别说这是站在火里转，就是躺在空调房里，一般人也无法完成。然而即便是这样，对于姜立伟他们而言，别说是8万，就是80万，他们也必须给阀门关上，因为这是刻进消防员骨髓里的职责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姜立伟和队友的手套早已磨破，滚烫的钢圈将双手灼得血肉模糊，每攥紧一次都如同贴了块烧红的烙铁。可他们的手臂却没有松过半分。好在经过一番努力，他们成功关闭了2个阀门。此时周边的火势越来越大，楼梯和地面被火墙重重包围，要想关闭对面另外2个阀门，只能通过管道才能一步过去。尽管2个人足够小心翼翼，但厚重的隔热服还是让队友失去平衡。幸好姜立伟及时拉住了他，最终总算是有惊无险的抵达对面。又不知道过了多久，2人的手臂已经转得渐渐麻木，嗓子更是干得冒烟。他们只好将灭火的泡沫水往嘴里灌，又苦又涩的化学剂味道呛得姜立伟一阵呕吐。可就在这时，面前的储油罐突然发出异响，带火的原油在管道井和地下空间聚集，浓度很快达到了爆炸的极限。随着井盖接203的炸飞，火光瞬间冲天而起，外面的消防员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而更加让人绝望的是，由于燃烧导致管道内的压力剧增，外部火焰因为负压产生了回火现象。总指挥见状，立刻命令大家撤离现场。果然就在短短的10几秒后，火焰倒吸，引发了2次爆炸，整个码头瞬间陷入到一片火海之中。眼看大火正在向化学灌区蔓延，关键时刻马卫国带领特勤一中队扛着消防水带再次冲进火场。可让人出乎预料的是，还没等他们冲到灌区前，一股流淌火突然从身后迅速袭来，不仅阻断了他们的退路，还将消防水带全部给烧断了。眼看着众人就要葬身火海，危急时刻新兵郑智突然杀出，一个人扛着水枪冲了过来。然而心急的他却忘了水枪压力，被枪头狠狠地击中脸部，倒在地上瞬间昏了过去。好在在队友们的一声声呼喊下，郑智总算苏醒了过来。他艰难地从地上爬起，独自扛着水枪，硬生生为队友们杀出了一条生路。可就在撤离的最后阶段，上方输油管道突然发生坠落，不偏不倚正好砸到了郑智身上。就这样，一个年轻的生命被永远留在了火场。队长，给我吧！看着朝夕相处的战友被大火吞噬，所有人的心都悲痛不已。但战斗并没有结束。队长马卫国擦干眼泪站起身，他知道眼下只有守住化学灌区，才能不辜负郑智的无畏牺牲。郑智同学牺牲了，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。但是消防战斗早晚会有牺牲，现在战斗还没有结束，我们不能这个样子。一班长走，检查水弹是。二班长走，检查泡沫是。准备战斗。为了阻断肆意扩散的流淌火，马卫国驾驶消防车撞倒了门卫房。在化学灌区的铁网门前，队员们用砖头搭起一个简易的防火墙，似乎是感受到了消防员的抵抗，火势突然变得愈加凶猛。尽管全市的水都在供应火场，但还是跟不上现场的灭火需求。很快化学灌区这边也相继断水，队员们瘫坐在地上几近崩溃，他们知道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。马卫国用手机让大家录下最后的遗言：父母在的和父母说，有孩子的和孩子说，我想回家了，妈妈，我已经累了。妈，爸爸，恁儿这次没给他丢人啊？要是这次这个任务要真的就是不幸牺牲了，儿子提不起来了。要是有下辈子，恁儿一定再照顾恁。爸妈，恁可一定好好的啊！恁儿给恁敬个礼。另一边，由于室内水资源接近枯竭，供水的压力全部压在了枫林中队这边。总指挥给徐小斌下了死命令，让他务必要保证远程供水绝不中断。我是枫林中队徐小斌，请指挥中心放心，
有我们在，远程供水断不了。说完，徐小斌纵身跳入海中，一刻不停地清理堵在设备口的垃圾。可垃圾实在太多了，在清理过程中，徐小斌的脚被一个渔网死死缠住。船上的队友拼尽全力，但最终还是没能将他拉上。报告全警指挥部，班长徐小斌牺牲了。听到这个噩耗，坐在指挥部的未婚妻泣不成声。明明还有4天他们就要结婚了，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天竟成了永别。徐小斌的原型名叫张良，在真实事件中，他为了保障远程供水，不顾海面风浪已达9级的危险，潜入满是油污的大海里反复作业，最终不幸被海浪冲走，直到第2天才找到尸体。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英勇付出，火场供水系统得以再次启动，特勤1中队队员重新扛起水袋，将流淌火逼退到化学灌区以外。此时在1号灌区里，姜立伟成功关上了第3个阀门，但队友已经严重脱水，蹲在地上呕吐不止。他们队长自己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？姜立伟见状决定带他离开。我们出去，走，阀门还没关上，我们不能走。101就要爆炸了。再说，我也想留着我的命回家呢。姜立伟环顾四周的火墙，下面已经没有可落脚的地方了，他只好爬上旁边的钢架，抡起消防锤，不停地猛砸旋梯，硬生生砸出了一条通道。在姜立伟的示意下，队友顺着旋梯快步逃离现场。可当他成功跳出火墙的包围时，转头却发现队长根本没有跟上来。队长，你过来呀！队长，你为什么骗我？队长，现在开始我们1打1。似乎是听到了姜立伟的挑衅，突然之间一股烈焰将他掀翻在地，随身携带的照片也被流火点燃。姜立伟见状赶忙上前将火拍灭，因为照片里是他挚爱的妻儿，也是他在这个世上最想要守护的人。此刻姜立伟的眼神变得更加坚定，他将照片放进发烫的口袋，决心与眼前的油罐拼死一搏。隔热手套早已经被磨烂，姜立伟索性徒手去转轮盘，他全然忘记了被高温灼烤的剧痛，心中只剩下阻断火势的决心。尽管烈焰如巨浪般一次次袭来，但姜立伟没有丝毫退缩，他紧咬着牙关一圈圈转动，直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终于将最后一个阀门彻底拧死。输了。经过漫长的8个小时，姜立伟凭借意志最终完成了任务，但同时他也被大火夺去了生命，长眠在那个他昼夜奋战的火场里。很快周边各地的支援部队也陆续抵达，众官兵们向火场发起了总攻。经过长达16个小时的激烈奋战，当最后一丝火苗在水墙下熄灭时，码头上只剩下焦黑的油罐和凝固的血迹。虽然这场大火最终被扑灭，但战士们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喜悦。一想到那些牺牲在火场里的战友，他们的情绪就再也控制不住了。这种用生命换来的胜利，从来都带着无法愈合的伤口。当烈士的遗骸被送往陵墓时，无数市民自发地站在马路两旁，用鲜花铺满路面为英雄们送行。影片至此也接近了尾声。电影《烈火英雄》上映于2019年，改编自2010年大连716输油管道爆炸的真实事件。该起事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原油管道爆炸救火难度最大的一次。当时为了扑灭大火，辽宁消防调动了全省2380名官兵，使用了多达6万吨水、500吨泡沫和20吨干粉，奋战近16个小时才扑灭明火。期间由3人组成的敢死队冒险冲进火场，关闭油管阀门，成功避免了连环爆炸的危险。而片中姜立伟的原型是大连消防战士桑武，与影片里的结局不同，这位英雄在现实中活了下来。当年在火灾现，他和2个队友身处火海长达8个小时，凭借惊人的毅力徒手关闭了4个阀门，总共32万圈，最终成功切断火源，创造了世界火灾救援史上的一个奇迹，被公安部授予灭火勇士的荣誉称号。当电影上映后，许多参与救援的战士不敢去影院观看，可正如桑武所说，有些现场我不愿意回忆，但如果今天再让我选择，我依然会上。消防员并非天生的英雄，他们和我们一样，也都是普通人。所谓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。虽然我们无法像他们一样逆行冲进火海，但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，不随意占用消防通道，定期检查家里的用电设施，用实际行动减少消防员们的风险。同时也请大家善待烈士的子女，让英雄的家人得到慰藉，让英雄的遗志得以传承。你这知道这个今天为什么要打小朋友？实话，我是不是告诉你，这知道这个不允许打小朋友？从小的时候我就教育你了，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今天要打他们呢？啊！不要给妈妈找事，妈妈是不是告诉过你？怎么就是不听吗？听。那为啥今天要打他们呢？
为什么我没办法？这以后他们说你没爸爸，你也不允许，你听不听见？你可以回家告诉妈妈，也可以告诉老师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不允许打人，懂吧？懂了。他们说你没爸爸是他们的不对，但是你打人是你的不对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以凡人之躯逆行奔赴烈火，以热血之魂舍命守护苍生，让我们向所有消防战士致敬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，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其实我知道你也平凡如我。